如果是完全小白，今天听这节课听不懂很正常啊，不用焦虑。每天都在劝大家不用焦虑。和老公未来半年的关系发展和老公的想法。3月26抽牌，表扬一下这个同学，把抽牌时间写出来了。然后抽牌时间写出来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在牌面里面如果看到时间指示了，很直接，夸一下这个同学。然后我会选这个同学的案例，一个是他解读非常认真，就是认真的同学都值得加鸡腿。牌阵维纳斯。潮汕人19年9月结婚的，现在有2个孩子。咨询的时候问卜者在忙，后续给完结果才给我详细背景，是 AA 制婚姻。他前几年比较爱玩爱喝酒，隐瞒着女性朋友出去，隐瞒着跟女性朋友出去之类的。然后去年女生室友直接提离婚，吵架的时候从来没解决过，男生只会回避，男生总是拒绝沟通。好，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先记住啊，要考。是个很详细的描述的背景。学员解读难点，也夸一下。审判和保健期结合在一起，解答的时候很片面，只能说是在审视这段关系，考虑进入下一步以及沟通回避。但是问卜者反驳了这一点，说他很想沟通，是男方在回避。关于女生在未来想法，保健侍从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为是受到小孩的束缚，以及女生可能在心里想着离婚，但没有大动作。未来发展结果是一张月亮正位加上男生的世界正位，2张大牌在解读的时候都很浅这就是把自己的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问题困惑在哪里。再表扬一下这个同学。这是我那天跟小助理说近期投稿很认真的一个同学，相信我，这个同学是圆圆嘛，坚持学下去你一定会进步超快的。女生想法和影响是审判正位加保健期正位。看回这个牌，审判加保健期，这也是他刚刚难点所在嘛，就是他想到的就是审视这段关系，对吧？女生在这段关系中处于一个认真审视的状态，会去反思，也会去评估这段关系的价值，为打算做出一些重大决策，比如说离婚呀，又或者分居之类的。加上保健期上还有一点点回避的，女生在这段关系中是没有办法完全交付的，是留有后路的状态，没有办法完全去信任男生，在关系当中有所保留。会有逃避的倾向，会去回避一些问题，包括在沟通这件事情上面，不想直接沟通解决，还是很直接，反而会比较迂回。实际上女生的心态是回避的，后面女生反馈说她没有回避沟通，同时觉得女生在关系当中是比较拉扯的，一直在考虑犹豫。这个部分大家觉得呢？审判加保健期，这个同学有一个非常大的点没有联系在一起。大家觉得女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大家感受一下女生的状态怎么样？感受一下。有些暗处的经济纠纷呢，我们单纯讲女生的状态，应该是不断的试探。首先呢，如果说保健期我们取义取的是回避的话，它跟审判，你觉得他们能连贯吗？我们取的义是逃避，那它跟审判，你们觉得这2张牌，审判又是审视，审视跟逃避，这不就是悖论了吗？这就是取义不连贯，明白了吗？相当于你取义自相矛盾了。是的，但是你想想，审判这么大的牌，他肯定女生还提过离婚了，所以他肯定是在审视这段关系的。这个时候是保健期怎么取义？说实话，保健期更精准的取义，逃避这个词用的不对，而且它不是逃避，是侥幸。这个女生，你再看她未来的保健侍从，你想这3张牌是不是连贯了？其实这个女生在这段婚姻中，你觉得她死心了吗？死心了吗？想一想，你们看牌面，死心了吗？还没有，对不对？如果我们保健期取义取的是侥幸，这个侥幸指的是什么？对于这个男生，对于这段关系，这个女生她一定还有自欺欺人的一面，有自欺欺人的意思，对不对？还有呢？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他在这段婚姻当中依然是带有这种试探与侥幸心理。你们去看，如果你用逃避这个心理，保健侍从、保健期你都不连贯，他跟审判。但是如果我们换成侥幸心理，就是其实这个女生她本质上没有真正的，她跟审判有没有审视的，但是在更大的牌面下面，她的行为动作
用这个心态去解释宝剑侍从连不连贯，大家想想。宝剑侍从刚，所以他其实能回答到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受到孩子捆绑，肯定有。感情阻碍连不连贯？大家觉得跟感情阻碍连不连贯？如果我们取的是这个，它最大的阻碍是家庭束缚，它的这个状态跟最后的结果不明朗，连不连贯？这个就是我们精准取义的重要性，明白了吗？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翻车也翻在这儿。是的，你看，我就说了背景是要考的，所以呢，回答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我觉得这女生是有受到家庭阻碍的，家庭和孩子的牵绊。那我们详细要去怎么解这个牌呢？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看到女生的状态是，审判正位，再加上这个背景。当然，她说前面不知道背景嘛，只是知道说和老公未来半年的发展和老公的想法。拿到这个牌的时候，先需要问的背景大概就是他们俩之间已婚又有小孩，已经结婚了。我会先问的确实是他们之间目前是不是有没有说通的事情。就是在背景下，我们还不知道男生出轨的情况下，我会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没有明确沟通的事情。或者有发现隐瞒，这是可以问的，明白吗？怎么问出这个问题呢？103我们有一个很大板块，就是讲如何精准提问。101、102我们也讲过，是因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4张牌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大家想想，这4张牌的共同特点，宝剑七、宝剑侍从、圣杯国王和月亮。隐瞒，这组牌的隐瞒与风吹草动因素非常明显，这个大家能理解到吧？对，不直面的表达。但是在这组牌如果不知道背景的情况下，我们能很明确得出谁出轨吗？在这组牌还没有很明确的背景下，我们能不能很轻松、很明确的得出谁出轨？你们看牌的话，不能。所以我会问的问题，或者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需要通过一个完整的问题去引导问卜者说出谁出轨，明白了吗？这是问问题的技巧。因为这组牌确实不能就看出来是男生出轨，就是因为这组牌迷惑性因素很多，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问题去明确，哎，到底是谁有点隐瞒什么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其实说实话，这种问卜者是很容易讲出来实际情况的。男生出轨 ，OK，当男生出轨是这样的牌的时候，我们要去辨别什么？包括女生已经是提了离婚的情况下，有2个孩子，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结合背景去解读，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们精准提问的重要性。精准提问是帮助我们去明确牌面的。问卜者一定会坦白回答吗？不一定，但是有些问卜者会。这个时候问卜者的牌面很重要。如果你们上到后面或者算牌算到后面，你就会发现，有他说的牌跟他说的情况跟他的牌面就非常直接。比如你会发现，水象很重的问卜者，他只会表达情绪。但是风象很重的问卜者，他很多时候确实会说出客观事实。这个就是占卜经验赋能你的占卜解读。这个我有说明白吗？占卜经验赋能你的占卜解读，以及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要去拆分什么是客观背景，什么是主观背景，懂了吗？好，然后现在是这个背景啊，好，我们按照这个背景去解读。然后女生是审判加宝剑七的情况下呢，审判其实包括她离婚啊、审视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圆圆讲的很对，没有问题。以及审判在这组牌面里面，因为它是相当于问卜者的3张牌唯一大牌，对方3张牌也唯一大牌嘛，所以其实审判跟世界有个共同主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2张都有个共同主题，下一个阶段或者终结。这2个都有这个共同主题，对不对？临界值，对，但是他们的位置不一样，说明什么？女生当下看牌想结束，但是呢，未来会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
就是你们看这个时间走向，维纳斯女生未来的牌面是怎么样的？犹豫和摇摆。男生呢？男生呢？没有发现吗？男生跟女生相反，当下没有想要怎么样，但是未来会保持一个终结的状态。对，这就是他们俩关系的差异。所以其实很明显，这个牌他们俩之间不同频，状态都不同频。明白吗？这就是两张以重复性主题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段关系的发展走向，他们的想法阶段是错位的。好，这个部分听懂了扣个一。对，我觉得男生后面就是得过且过。好，错位这个状态听懂的扣个一。行，我现在只是大方向给大家解读啊，就是把思路拨开云雾一点点捋清。接下来我会带大家深入解读这个，也因为这个案例的同学提供的很完整，所以我会很详细的帮大家把这个案例拆解完。就是看到很认真投稿的案例，是作为讲课的时候的人是真的会兴奋的。首先呢，审判确实是我们说 A 这婚姻这几年会比较晚，就是我们不管说什么吵架从来没有解决过，这种属于什么描述啊？吵架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男生只会回避，男生总是拒绝沟通，这种属于客观和主观，这种属于哪一种？客观问题和主观问题这种属于哪一种？想一想，对，主观问题，是吧？然后不管这个问题多主观，但是我们能投射出来，这个女生是怎么样？这个女生怨念已久，对，这肯定是能感受出来的。所以其实审判一定是这个女生确实想了很久，等等等等。但审判下面有一个最重要的状态，我讲审判的时候也讲过，记得同学，他有一个重复性主题，大家看得出来吗？审判、新密室、侍从，有一个重复性主题是什么？小孩。还记得我们讲过，审判下面是老人、小孩、男女一家人的状态，还记得吗？对吧？审判最下面最中间的是小孩，虽然它意味着重生，对，所以这里面有人的因素，阻碍呢也有家庭的因素，再加上未来是一个侍从，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第一个点，她当下虽然在审视婚姻等等，她一定非常犹豫的就是家庭以及孩子，这是她非常摇摆的一点，以及她非常斟酌的一点，所以她当下即便决定要离婚了，对，她看到审判，就她在审判这个状态，我觉得她依然都是在纠结的。女生虽然不幸，但是因为家庭因素也无法马上离婚，只能先，这种属于猜测。我们需要你要有背景支撑，或者是你要有信息支撑。但是我们有很明确信息支撑的，就是我们有重复性主题去看到这个女生一定舍弃不了家庭、小孩，对吧？所以这是审判。然后呢，对自己的影响的宝剑七，一方面呢是这张牌确实带有我们讲宝剑七的时候说过，这个人虽然说是欺骗因素啊等等等等，但是如果只用欺骗去理解宝剑七的话，就太浅显了。我讲宝剑七用了非常长的篇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作为拥有自己逻辑自洽的宝剑七，宝剑七对应哪个星座还记得吗？宝剑七对应的是水瓶座，记得吗？我们讲水瓶座的时候，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人他已经有一套自己的什么？自己的一套逻辑了，所以我觉得从19年结婚到现在，包括她前几年爱玩，结合这个背景，其实这个女生已经从底层里不信任男生了，这个大家能看得出来吧？所以对于在这段婚姻中，我觉得女生一定是有自保心理的，这个能懂啊？一定是有自保心理的，在自保心理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更深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即便是面对男生这么不堪，你会发现女生没有任何一张牌是真正的决绝或者是就是切割的。对，所以我觉得他一方面自保，但是宝剑七最大的特点是我往左边跑，头往右边看，发现了吗？所以一方面自保，但一方面仍带有侥幸心理。这个情况下，我会问不者第二个问题。但是呢，这个可能有些同学问不到，我一定会问他：那你有抓到你老公的实质证据吗？实质出轨证据吗？我觉得还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可能她没有抓到她老公非常非常不可原谅的枪毙级别的
证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啊，但是这个要求证问卜者。所以呢，你会发现整个宝剑七是会有真的是侥幸心理，真的是好像我又想自保，我又想要再看看这段关系、这段婚姻和这个家庭还值不值得我继续付出，为了2个小孩。这个是审判加宝剑七的解读。好，能听懂的扣个一，有问题的可以提问。然后呢，我们再看男生的状态，心不快没有确定，对，是的，牵绊太多，所以审判会有业力的议题嘛。然后我再跟你们讲，这个问卜者重复说的，他是有想要沟通的，但是对方不想沟通。我们回应这个问卜者，大家看看他的牌是什么样的沟通？你们觉得问卜者的3张牌，这个女生是什么样的沟通？感受一下。试探性的沟通，发牢骚，暗戳戳的沟通，不直接的沟通，怎么看呢？宝剑七加上审判，审判是什么星座？大家记得吗？审判是什么星座？或者它对应的行星，还记得吗？天蝎、冥王星，对不对？那种黑暗面的、压迫性的，然后呢，天蝎能量的那种沟通，和宝剑七这种有点阴阳怪气的迂回的，如果是你们愿意沟通吗？如果是我，而且我有可能是过错方，那我可能也会回避。我回避的理由很简单，之一就是你的沟通跟让我有压力，所以要回应问卜者的问题，或者其实我们能在问卜者的描述里面看到他是什么样的沟通的。对，他一定是这种讲话夹汤带棒的。对，所以虽然问卜者也有他的就是值得就是共情的部分，但问卜者有没有他的问题，一定有的。所以你看，就是当你把盘面串联起来的时候，问卜者说他有在沟通，是对方回避，乍一听是一句没有错的话，但是我们也能看出来问卜者的沟通方式，明白了吗？好，然后再来看，但这句话总结是对的啊。是的，再来看男生想法和是圣杯国王逆位加权杖10正位，男生的牌是晚星比较重的，这个没错，在关系当中不靠谱，没有什么责任感，而且能力不足，还容易情绪化不稳重，不能够去接受女方的负面情绪，而且男生对婚姻也不踏实，有点不真诚。对的，圣杯国王也确实城府深，加上圣杯国王对应的天蝎座，感觉是会有很多小秘密、小心思的人，两个之间隔着一堵墙，你看各自都有点天蝎能量，不愿意让女生看到。藏着掖着，加上权杖10是一张有苦苦支撑的牌，男生在这段婚姻当中还是会感觉到比较心累的。心累的点能不能看到？回到女生的牌，他一定，我们是一定能看出来男生累的原因。当然了，自己爱玩啊，能力不行还爱玩，这人菜瘾又大。但是呢，也确实会有女生沟通方式的问题，让他感觉到很压迫。或者其实你是能从男生的圣杯国王逆位和权杖10感受到，其实他在婚姻中也不开心，他在婚姻观当中也是感觉到很多的压力和压迫的，压力比较大，负担比较重，可能是源于家庭经济等等，又有2个小孩。所以男生的状态不是一个轻松的状态，喘不过气，会觉得自己承担了100%的压力，也会觉得女生聊不到一起，沟通不和谐，男生的关系不够投入。男生的牌解读基本是对的，然后关系的阻碍是一张非常稳定、非常保守的牌，加上2个人又是潮汕人，又有2个小孩，可能会有很多7大姑8大姨劝他们好好过日子，加上上有老下有小，各种经济压力是对的。这阻碍之一是这个部分的。然后呢，大家想想这张牌有没有更深度的解读？除了家庭、小孩、7大姑8大姨，星币10，大家想想还有没有更深度的解读？传统观念，谁？传统观念，沉没成本。李李说的对，但是就过去了。社会观念，审判和宝剑七加宝剑侍从，我就问你们这3张牌，你们觉得女生在不在乎别人觉得她会离婚，或者觉得她是个离婚的带个2个小孩的人等等？你觉得女生在不在乎这个传统观念的束缚？你们感受一下，大家感受一下，在乎怎么看？怎么看？怎么看呢？问到这个层面了，大家肯定会说在乎，但你们觉得怎么看出来的？或者圆圆有反馈吗？不是，不是下一段，就是这一段。
因为审判本质上女生是人类，但是它上面有神明。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审判的时候，这张牌它一定受到外界的影响，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在这里面，我觉得女生她的心理负担是重的，所以她是冥王星的能量，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再回到宝剑七，再回到宝剑侍从，大家想宝剑侍从的关键词是什么？是的，宝剑七其实我们说它偷偷摸摸也好，或者它其实带有这种回避心理等等也好，宝剑侍从它一定是非常在乎声音的。我们说过这张牌是一张风加风元素很满的牌，所以其实你感情阻碍这张牌你往深了解，我觉得这个女生就是在这段关系没有走到结婚等等这一步，除了家庭等等都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女生她自己也有非常重的传统观念，传统的家庭的家族的观念，因为小孩也因为自己，所以新币时的道德感极重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在乎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吗？然后关于金钱的问题要结合背景或者要问，好，这个部分能听懂的扣个1。所以我觉得，就这段婚姻走到这儿，目前为止没有分开也好，或者他目前为止最大的阻碍，没有分开的阻碍之一，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然后他对于家庭的这种不放手，以及说我估计也可能真的就是身边的人也劝他不要离婚等等，所以其实前面几个都没有错。然后最后的阻碍，月亮只能说很契合他们各自当下。结果是月亮将是从有流言蜚语的产生，会不会可能就是离婚了？我觉得不会，是因为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走出了牢笼。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就是该重获新生的牌都不出现在未来。世界牌也有很传统的观念嘞，这男生压根就没说要离婚啊，这男的没有要离婚啊，因为在这里面想要离婚的人是女生。我说实话啊，这个男的离不离婚，作为我是占卜师来说，我才不管他嘞。所以在这里不讨论男生想不想离婚，是因为问卜者是我的客户是女生，我一定去把女生的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呀，对吧？就是这个男的离不离婚，目前对我来说不重要，而且他也提过离婚了呀，也没听说这个男的马上签字啊，所以我只去探讨女生，就是在更大的阻碍这个部分。那至于这个男生，他死绑着不让你离婚，这个女生也没死着一定要离婚呀。我觉得他都是有观念的，又是潮汕人，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一定更深挖的是女生的部分。为什么会给问卜者？那月亮牌怎么表达给问卜者？直接告诉他，一个是从他问的不是走向哦，他问的也不是会不会离婚成功哦，他问的是老公的想法和关系的发展哟。所以我会告诉他的第一个点是你的老公跟你相处，他也会觉得很累。第二个点呢是基于目前的关系现状，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做好离婚的准备，他是不想，你是不想也不敢。所以最终的感情走向在半年内，一个是没有看到很明确的有离婚的兆头，以及我看到你会心软，但是这种心软带着很深的恐惧和不安，以及你很容易被孩子所牵绊，这是月亮牌，能理解吗？这个部分能理解吗？因为所有的结果一定是从过去和现状推导而来的，所以其他俩应该是离不了的，就短期内离不了。好，然后呢，女生未来的想法和男生未来的想法，女生未来的想法，宝剑侍从，一个是我觉得她一定是会听到非常多，很多谣言呀，很多的不是谣言，很多的耳旁风。但是除了这种小孩和耳旁风，大家想想，宝剑侍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就是更难的一个角度了。这个女生如果不离婚，或者这个女生在未来关系中，她还会有的状态是什么？宝剑侍从的关键词很考验基本功啊，这个案例还会有非常多的流言蜚语会被他捕捉到，他一定还能再听到一些跟这个部分有关的事情，这是我们讲宝剑侍从的时候讲过的，对吧？好，那男生未来的状态和想法呢？摆烂了，随便吧，拉倒。土元素又是最后一张牌，所以我觉得这男生其实，如果你们深度解读看得出来，这男生应该有很大男子主义的一面，对，也不在乎，也不改，
原先咋样，现在还咋样，是一个状态的对，既得利益者都无所谓。所以基于这个部分，你会发现这个女生她小小的风元素真的就是一个人抓狂，她根本推不动这个男生。这也其实是能加重为什么他们俩未来感情状态是不明朗的。明白了吗？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逻辑串联起来，以及所有的牌面能量整合起来。是的，所以综上所述，你要总结给问卜者的话，一个是不能离不了婚，离不了婚的原因，我们前面分析了，一个自己心软，一个小孩牵绊，一个是这个男的也不想离婚，然后一个自己害怕名声等等等等。但是，像前面有个同学问建议是什么，我不会给建议。这男的都这样，都 AA 制了，你都不离婚，你祈求给我算一个塔罗，能给你什么建议？我只会告诉他不离婚会怎么样，最后他自己选。那你们想想，这个牌面不离婚会怎么样？第一个，这个男生不会改。一，他当下觉得跟你相处也很累，急于跟你的沟通等等等等，以及他未来不会改，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是逃避沟通，他就是单纯的沟了也不通。第二个，未来半年内确实没有看到会离婚的迹象，这个不离婚主要也跟你的心软有关，你会被孩子牵绊。第三个，在未来半年内，你还会听到你老公关于异性相关的八卦或者谣言，这件事情不会停，给你打个预防针。要往下说，最后一个痛苦的人是你，你老公跟你待着他也痛苦，但他可以不离婚。以上就是我能看到的和捕测到的，具体选不选择离婚，他自己说了算。这个明白了吗？这个明白了吗？不是，我其实给了建议。那我问你啊，如果这个女生，我举一个极端情况，这个女生没有任何工作能力，她2个小孩，你建议她离婚，那你养吗？这俩小孩你养啊？如果这个男的能养小孩呢？对吗？对不对？所以就是我拿这个案例讲，指的是我们不可能拿我们现有的人生履历和我们现有的人生认知去超越我们的经历，给问卜者更多的建议。因为很多时候，除了爱与不爱，你的2个小孩，你需不需要去照顾？对不对？那如果他短期内2个小孩，如果他2个小孩，一个3岁，一个2岁，我极端情况，一个2岁，一个刚出生，这个情况下，离婚真的是他最好的选择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要通过你的嘴来建议人家离婚呢？对不对？明白了吗？感情之上，婚姻有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2个小孩。如果这个男的他真的不怎么样，但是呢，他能把2个小孩的物质生活管得很好。如果离婚了，母亲可能都做不到这一步，没有可能借我们的嘴去劝人离婚的，懂了吧？是的，一个是不要超出牌面给建议，一个是不能超出认知和人生履历给过多建议。我们只能告诉他不离婚会怎么样。改变的话，就尽量先过好自己的生活，给自己少对。这句话其实不占卜也能给，只能说这些话是不占卜你也能给的。好。